你们还记不记得10年以前有过这样一种神奇的冰棍儿？它有一层和香蕉一样可以剥下来的外皮，还有一层和雪糕一样的夹心，配合洗脑的广告，让人看了一眼都忘不了。结果几年以后它就停产了，全世界都买不到。今天我要复刻的就这个上期点赞超多的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冰棍儿，banana。点赞过20万，下期继续还原评论区最靠前的。这个东西的资料是真的不好找，我查了半天也只查到了它是雀巢生产的，而且在15年左右就彻底停产了，不但没有任何的文献资料，连个包装纸都找不着，所以我只能冒着生命危险联系了我在雀巢研发部上班的哥们儿。我去，不愧是从研发人员那儿偷来的配方，连我都看不懂。这么大一串编号，我查了好半天才从专业的网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。貌似都是家中常备的东西嘛。OK， 全部搞定了。虽然配方是有了，但哪个是皮哪个是馅儿，这哥们儿真的是一个字都没提。但是我可以蒙啊，只要找到一篇工业上的论文，把内馅的配方提取出来不就行了？你们看啊，论文里的雪糕添加剂是单甘酯、羧甲基纤维素还有瓜尔豆胶，那么根据排除法，剩下的肯定就是外皮的配方。我会了。原版的雪糕是一根长10厘米、直径2厘米的圆柱体。那你们家都有食品级别的硅胶和粘土吧？把粘土做成均匀的长条，再泼上硅胶塑形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模具了啊。至于味道嘛，我记得是香蕉味的，所以除了甜味和奶味以外，我还买了一大瓶香蕉奶。没有香蕉奶的同学还可以用天然的香蕉泥代替。根据论文的说法，食材得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瓜尔豆胶、奶油、奶粉和麦芽糊精加上香蕉奶混了混了，形成粘稠的溶液。第二个部分是玉米糖浆和剩下的添加剂小火加热混了混了，形成丝滑的溶液。再找一个大碗，把2种液体倒进去，混了混了，冷藏2个小时，一份冰淇淋原浆完成。最后是冷冻，工业上用的是这种专业的制冷剂。不买。你们家都有盐吧？只要放到水里，形成饱和溶液，再冷冻1个晚上。你们看啊，零下16度都没有结冰，是不是比制冷剂强？上过化学课的同学，请把冰点降低的原理打在公屏上。最后把原浆灌进模具，放进冷却液，冷冻4个小时，一份工业级别的雪糕完成。话说，你们今年吃上冰棍了吗？还没吃的话，来，我帮你们尝一口啊！哇，超级丝滑，一点冰都没有。OK， 这把稳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原版的香蕉外皮是啥味的？我记得好像有4种吧。不过配方嘛，应该都是这些食用胶，具体的比例咱也不知道，但是咱可以猜呀。根据正胶实验的设计原理，只要以水和玉米糖浆的总重量作为基准，再把食用胶按照固定的比例依次增加，最后根据冷冻的结果进行感官评价，得到外皮的最佳配方，应该问题不大。4组实验的过程其实都差不多，就先把瓜尔胶和凉水混在一起，拿均质机混了混了，然后把玉米糖浆、黄色素和食用香精用水煮开，加入剩余的粉末，最后把2种液体混在一起混了混了。来，你们看，这些就是不同浓度的胶体溶液，是不是还差得挺大的？把它们拖到盘子上，冷冻1个小时，只要变成了清澈透明的胶体，那肯定就是正确的配方。已经冻好了，来，我们一起看看啊。咋回事啊？这全都硬得跟石头一样，真就一点面子都不给了吗？啊？我在上班的时候总结了一下，胶体变成冰块的原因应该是没有锁住水分，所以只要按照配方重做一遍，在冷冻之前降到室温，就肯定不会有结晶。那这个就是改良以后的效果，是不是跟原版的外皮一模一样？ OK， 这把稳了，
只要找一个大碗，把高温的液体倒进去，再拿雪糕往里一蘸，肯定能形成一层光滑的外皮。这怎么搞啊？哎，等等！你们看，站上去的时候，不就已经有一层保护膜了吗？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融化的问题，只要用硅胶做成比冰棍大一圈的模具，再把溶液用针管打进去，插上雪糕的瞬间，就能形成一层隔温保护膜。最后放进弄好的盐水，继续冷冻2个小时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始。这啥玩意儿啊？这长得跟吐了一样也就罢了，内心还跟苦瓜一样。唉，唯一能看的可能也就是这张皮了吧。4月的纽约，天气是阴霾的，正如我的内心是灰暗的。甜品店门口长长的队伍，伴随着冷风，缓慢地向前蠕动。柔软的蛋糕和酥脆的泡芙，也失去了往日的香甜。就连作为招牌的燕麦曲奇杯，都没有办法勾起我任何的食欲。等等，这个不就对了吗？真的，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复杂。如果能像这个杯子这样，先把外皮冻硬，再把内馅倒进去不就行了？所以只需要做一组圆形的硅胶，把它粘在模具的中央，就能把滚烫的外皮倒进去，变成倒扣的杯子形状。放2到室温以后，冷冻3小时，就可以趁着外皮坚硬的时候拿出来，最后灌进内馅，一份充满回忆的笨拿拿冰淇淋完成。淡黄的外衣，雪白的内心，这样的冰棍一定承载了你们青春的回忆。Q 弹的外皮配合手中的力道，一撕到底，香甜的内心入口即化，外皮的弹性，浓烈的香气，让我忍不住点赞投币。忙了整整2周，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相信我，如果按照这个方子去做，一定能成功的。谢谢大家！如果你们想要我复刻什么充满回忆的美食，就在评论里给我留言吧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